今年号称是大模型的应用元年，或者叫智能体元年，有几个确定的趋势你需要知道。第一个就是稀疏的 MOE 架构大模型会成为主流，参数会越做越大，性能会越来越强，关键词是混合专家。第二个趋势，多模态能力会持续升级，会出现更多的原生多模态大模型，关键词是原生多模态。第三个趋势，会出现很多结合行业数据的垂类大模型，关键词是小而美。第四个趋势 ，Agent 的智能体会成为 AI 用的主要模式，关键词是推理、规划、记忆、工具调用。第五个趋势，以上都需要强大的 AI 硬件底座，需要基础设施，关键词是华为、升腾、超节点。但是自从年初 DeepSeek R1出来之后，国内好像就没有特别大的现象级产品出来，因为这里面真的有很多很难的挑战，真的很难。虽然说有 DeepSeek 和千问之类优质的模型开源，但是部署、后续链微调、推理都需要巨大的成本。算力、能耗还有人才，这些都是成本，而且对于 AI 超节点和软件站的部署和管理都不简单，需要专业的 IT 基础设施和运维能力，而且加上现在大模型有较高的幻觉，还有很多行业的数据都有数据孤岛、非结构化、碎片化的问题，再加上 Agent 的智能体调用多个工具之后，它的准确率会急速下降，这些都是障碍，解决这些障碍才能谈落地，真的很难，要人、要钱、要时间，更要 AI 基建。但这两天看完华为2025年的鲲鹏升腾开发者大会，我相信快了，因为老黄都觉得华为计算和中国 AI 很强。 How far behind do you think China is? China is not behind. What's your reaction to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saying Huawei is advancing to catch up to your highest level chips? There's no question that Huawei is one of the most formidable technology companies in the world. And they're incredible in computing, they're incredible in networking technology and software capabilities, all of the essential capabilities to advance AI. And they've made enormous progress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那到底是什么进步让老黄用了 enormous progress？ 答案是华为升腾384超节点，它是全球最领先、算力规模最大、交换容量最大的超节点系统，是业界首个每秒100万级 token 的推理集群。咱不说那4个字，咱就说 What's done to kill you make you stronger。升腾384超节点有多强？专业描述太多了，我就不念了。384个 NPU 拧成一股绳，在超节点范围内用高速总线互联替代传统的以太，通信带宽提升了15倍，单跳通信时延也从2微秒减到了200纳秒，降低了10倍。真正的做到让一个集群就像一台计算机那样去工作，来突破我们的性能边界。在升腾超节点集群上，像 Llama 3这样的1000亿稠密模型，它的性能比传统集群提升了2.5倍以上。像千问、DeepSeek 这类通信需求更高的 MOE 模型，性能提升3倍以上。它是 AI 基础设施，也是国之重器，听得很牛，对吧？就是不太好理解。容我再通俗的解释一下，为什么升腾384超节点这么豪横？现在主流的大模型都是大参数量的稀疏 MOE 架构 ，MOE 是混合专家，每一次用户输入都只激活部分专家。那这种架构设计就兼顾了效率和综合实力。当你输入一个问题 ，MOE 架构里面有一个门控网络 Gate Network， 你可以理解为调度员的角色，它会判断激活哪几个专家来回答你的问题。以前没有384超节点，所有专家都是分布在不同的 NPU 卡上，就是一卡多专家的状态。你可以理解为一个房间里面住了好几个专家。但是当很多人同时提问，就是高并发状态的时候，就很有可能同时激活一个房间里面的多个专家，各种数据同时传到一个房间，房间门口的数据通信就会拥堵。房间里面多个专家同时被激活，他都忙着干活，但是房间内的资源是有限的，比如说他们会抢内存带宽，他就会忙不过来，会乱、会慢、会卡。这个就是 MOE 架构稀疏不均匀的动态激活，一卡多专家的并行就必然会产生跨卡 O2O 通信瓶颈问题，以及卡内资源争抢排队的问题。这里跨卡通信拥堵更贴切的理解应该是卡口通信拥堵，就是所有的数据通信都挤在房门口了。但是升腾384超节点通过384个 NPU 实现了一卡一专家的壮举，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打个比方，一卡多专家的时候就像巧妇等米下锅，而且是多个巧妇在一个厨房里面抢锅煮饭。巧妇再厉害，锅这个资源是有限的，但是一卡一专家就厉害了，每一个巧妇就是每个专家，他都有自己专属的独立的厨房，他不需要再跟任何人抢资源，他就可以心无旁骛的最高效的煮饭。这个就是大规模算力聚合的 MOE 亲和架构设计。还有一切可持化，一切皆对等，一切可组合。因为是稀疏激活部分专家，所以有一些巧妇他就很忙，有一些巧妇就很闲。那升腾384超节点它的计算资源不是跟专家绑定分配的，而是都放在一个大的资源池里面。比如说内存资源，你可以理解为巧妇煮饭需要的火力，需求量大的时候就动态的多分一点，少的时候呢就动态收回资源池。这个就是一切可持化，这就实现了全局的负载均衡。
一切皆对等就是384颗 NPU 通过 Scale-up 高速互联总线实现了无差别的点对点超高速直连，没有中心瓶颈，就直接从系统层面消除了卡间通信的拥堵。一切可组合说的是你可以灵活的组网，比如说你今天就只要30个巧妇开30个灶，那你就可以快速的组网，就跟大积木一样，可以灵活的配置。还有朝推夜训，白天主要是满足用户的提问，负责模型的推理，那夜里空闲的时候呢，就可以进行模型的训练，能大幅提升算力资源的利用率。这就是升腾384超节点，在一个超节点域内一卡一专家，对所有的专家统一编制，加上 Scale-up 高速互联总线，卡间 2.8T 的超大带宽，还有液冷散热高密度部署，这一系列的工程技术创新，最终实现了15毫秒的超低时延和超高的吞吐量。MOE 亲和架构的设计也让它成为 MOE 模型训练推理的最佳选择。你就说牛不牛吧？华为升腾384超节点就是基础设施，就是底座能力，是整个 AI 行业的压舱石。我国 AI 发展更有速度，更有底气了。我们再回到 AI 的竞争，一句话，时间就是金钱，时延就是成本。升腾384超节点实现了更低的时延，更高的吞吐量，意味着你可以用更少的硬件资源来承载相同的业务量，就是少花钱多办事儿，直接降低了硬件采购成本和运营成本，比如说电力啊、散热啊、场地，这个是最直接的省钱。低时延又直接影响我们用户的使用体验，你响应速度快，交互体验好，我们用户的满意度就高，留存率就高。你要总是服务器繁忙，我们就不用了。低时延同时也意味着相同时间内 AI 能干更多的活，比如说同样是 Deep Research， 在允许的总时长范围内，面对复杂的问题，那低时延可以分析得更全，探索得更深，进行更精细的规划和推理。所以说，时间就是金钱，时延就是成本。低时延意味着很多以前跑不通的商业模式，现在可以跑了。那除了超节点硬件，还有升腾 AI 的核心软件平台升腾异构计算架构 CAN， 它向下可以发挥升腾384超节点的澎湃算力，向上兼容目前业界主流的开发体系，帮助开发者更快地开发 AI 应用。CAN 的全新升级和深度开放，就是在帮开发者抢应用开发的时间。打个比方，升腾384超节点就是一个超级厨房， CAN 就是这个厨房的 AI 总管，它对厨房的硬件设备性能了如指掌，而且还能精准的调度。它还能提供多功能的厨具套件、半成品的食材，还有秘制料包等等，就是为了让全世界各个菜系的大厨都能以最高的效率发挥超级厨房的性能，烹饪出最顶级的菜品。而且这个 CAN 深度开放，中国 AI 的应用落地会快速升腾。更多的干货可以回看鲲鹏升腾创想周的分享，以及2025鲲鹏升腾开发者大会的直播回放。且看中国 AI 升腾。谢谢你的时间，下个视频再见。